好，第一步，我们由顶点到耳上点分出前后的区域。我们由前向后剪的时候呢，前后的划分点呢在顶点啊。如果我们从后向前剪的时候呢，在基准点的位置划分。因为你从前向后剪的时候，你更多的是需要后边有大量的这一个量感啊，所以呢，我们把后区的比例占的大份一些啊。当我们从后往前剪呢，是为了修饰头型，然后会造成后短前长的这样的一个效果，所以呢，我们需要把侧发区的这个量感放多一些啊。这个分区呢，不难。那我们一阶段的课程里啊，主要是以剪发方式方法为主啊。好，我们把后面夹起来，我们由前向后去修剪。发际线1厘米的位置呢，我们水平分区，我们由侧发开始修剪，梳透，梳子由下向上梳，再从上向下梳啊。好，然后梳子的一半的位置啊，剪平。好，放下来，继续再分一片。好，45度。你要比上一片呢抬高一点点啊，不是固定在刚才那个角度上，抬高一点点啊。学名叫做一指位提升啊，其实谁也控制不了是不是一手指位，是吧？就是你要有个感觉，就比上一片抬高一点点就够了啊。不要把所有的剪切线落在同一个角度上。我们横向修剪把剪切线落在同一个角度上呢，会产生凹面的啊。那我们这个发型呢，现在不需要凹面啊。好，继续。那所有的从前向后修剪呢，都围绕着这个基本型呢去修剪它啊，这个是非常重要的，大家要多多练习这个型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交叉去检查一下，啊，看它是不是一条线。好，这个剪切线没有什么问题，那我们就可以继续了啊。好，相同的方式方法，那这个是一个基本型啊。在后续的课程里呢，我会围绕着这个基本型进行变化，所以呢，大家一定要这个型呢要多去练习。那我们的课程当中呢，没有过多的理论啊。我总认为呢，过多的理论会让你混淆。好，继续。一直剪到中间的位置啊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就剪好了。剪好呢，这个下面因为我们有角度产生，它会形成一点点的小鬓角啊。如果把它切齐了，就变成波波头了。那如果我们把鬓角的形状切起来呢，也是很好的一个方法啊。好，这边方法相同。45度，然后梳子一半的位置呢，我们量好长度，放下来。这个时候你的站位呢，一定要站在正侧方啊，不要向前走，也不要向后走。现在大家这个应该看不到我的剪切口啊，
但是能看到我发片的一个角度啊。然后每一片呢比上一片呢略微抬高一点点。好，继续。好，再抬高。我们用这个方法呢，把整个侧区完成。好，这个位置呢，大家看一下也是一样。后期如果我们想剪那种波波头的感觉啊，这个位置呢，把它外线切掉啊。如果不想切掉呢，就留鬓角。好，接下来呢，我们来到后区的修剪。后区我们沿着发际线，大多数呢，我们的手位修剪的时候会平行分分线。但如果这个位置我们分出来外弧形了，那我们手会跟着外弧形去走，这样呢会把后面收短。这样呢，我们分一个内弧形，先把后面的头发放长啊，先做一个转角跟侧发的一个连接啊。好，45度拉起来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一定要看到前侧的清晰的导线啊。如果大家看到导线发虚怎么办？向前推啊，向前推，一直找到你前侧的剪切口是齐的一个状态。好，你不能往下收，要继续全固定在这个位置啊。好，这个切口呢，你随意，只要不往里收就好。我们先放长后侧。好，继续。大家要切记啊，这款型是你从前向后剪的一个基本型啊。基本上从前向后剪的所有的变化都出自于这个发型啊。所以这个发型呢，大家要多加的练习。好，看准导线，继续向外放。手位就固定在第一片的位置上，这个位置固定呢也不会产生硬线啊，它会形成一个很强烈的向后走的这样的一个状态。继续。按照这个方法呢，一直剪到后部中线的位置啊，或者过了中线都可以啊，因为另一侧还要剪回来的。继续。那另一侧呢，方法就相同。沿着发际线分一个内弧的这样的一个线啊，这是内，这是外啊，这叫内弧，这叫外弧，兄弟们啊，这叫内弧。因为如果你这个头皮呢，你把它扒下来，中间的位置是最里面的，是不是？所以呢，这个叫内弧，这个叫外弧啊。好，继续。再重说一遍，如果找不到导线了啊，如果你拉起来这个导线是虚的，那我们就向前靠，再向前靠。这个时候呢，你会看到一个比较清晰的导线啊，下边的头发啊就固定在这儿，向外放。好，下面的长度已经不重要了，只要你把它放出来就 OK 了。有人会问，为什么不直接剪圆呢？直接剪圆呢，容易剪得两边不对称。而且
你的偏移如果做的不到位，那个圆不是正圆形啊，容易产生椭圆。大多数这边和那边剪圆的话，容易不对称啊，让它后期重量看起来就非常的难看。所以我们先把它长度做出来，再把角磨了。继续就固定在这儿啊。好，接下来我们从后区开始，中间左右分开。我们修剪后区的时候呢，左右分开，然后在后面呢分出一个略微带有一点点斜向前的线啊，带一点点流向就可以了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开始修剪中间的位置。我们在后面去剪一个方形啊，要注意。角度呢还是45度，那这个长度呢是你自己来设定，可以根据你客人或者你想要的长度啊。好，但是这个长度一定要比前面我们第一刀的时候要短啊。那我把它定在1/3的长度啊，梳子1/3。刚才我们是剪了梳子的一半，这个时候我们定在梳子的1/3啊，短了一点点啊。好。45度剪齐。好，我再说一遍，这个长度是给你做参考的啊。好，继续。45度提拉，在后部呢修剪一条平线啊，或者是方中带圆都可以，但就不可以是圆的啊。第二区方法相同，啊，找到45度，好，看准导线，就在后部呢去修剪方形。你在修剪的时候，横向修剪呢，最注意的是什么？就是我们的提拉角度啊。横向修剪的时候，我们指位呢就是它的形状，我们的角度就是它的层次。所以如果产生硬线，就是你的角度出现的问题。好，那头型是一个圆的，也就是说我们每一片都45度的话，它不会聚集在一个点上啊。好，继续，45度梳透。如果你向下梳，那这条剪切线、这条导线如果是一个很整齐的一个状态，那就说明跟刚才的角度重合了，是吧？我们稍稍抬起来一点点，好，继续。我再说一遍啊，这个是我们从前向后剪的一个基础形状啊，兄弟们，这款发型呢，你要多看多练啊，这是一个基础，它就像我们练习基本功一样啊。当然，后续我会再给大家呢去利用这款型去做变化款啊。但是只要你这个型练得熟悉，练得到位，其他的都不是问题啊。好，继续，再找准45度。好，站位呢始终是站在后边啊，我的站位偏了一点点啊，我不能挡着这个摄像机啊，所以呢我的站位是偏了一点点。
大家在修剪的时候一定要站在正后方，并且保证你的角度别有重叠啊。然后你梳的每一片发片都要必须通透，继续平行向上。我们梳理的时候啊，你看，先压低，梳理的时候看下面的剪切线，这个导线是齐的，就抬高一点点。啊，这个技巧大家熟悉一下啊。你看，先压低，这个位置是齐的，然后我们抬高一点点梳，好，就 OK 了啊，就这么简单。好，这边。剪发呀，兄弟们一定要注重结构啊！我个人而言，我是不太喜欢那种速剪的，就快速修剪的，一剪刀一曲啊，什么一剪刀一个鬓角啦，什么3分钟波波啦，啊，我是比较排斥这个的，因为那种是没有还原度的啊。好的发型一定要建立在一个科学的结构之上。好，继续。这个时候呢，大家明显能看到这个角这个位置重啊，因为这个位置做了一个面，这个位置做了一个面，这个位置会有角，是吧？好。那我们就在转角的位置进行去角，所有的头发连同耳上点的全梳起来，45度啊！大家看这个位置会有一个角啊，我们就要把这个角呢磨掉。转角以里的方形呢，我们就不要破坏它，就在这个位置做一个磨角就可以了。好。角度一样，没事，45度。这个时候呢，大家就能从这个画面里就能看出来了。当我们把这个角去了之后呢，整个的重量是这样圆过来的，看到了吧？啊，那我们只去这个角，尖尖的角啊。好，大家可能觉得这样剪是比较复杂啊，但是别忘了啊，我们这是一个基本型，你必须要按这种手法去练习的，才会加深你对这个形体的一个理解。你会发现，你要通过每个面来进行组合拼接啊，是不是？那面和面的交界的位置呢，就会产生角啊，我们要通过去角的方式。让它均匀连接，去角也是一样角度啊，跟我们后部修剪一样，全都是45度，每一层的45度啊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要做一步啊，就是把这个后面的歪线这个角切掉，你不切也行啊，你切也好，不切也好，都可以。剪发呢，没有什么对错啊，就是看能不能达到你想要的一个形状啊。你看，我觉得这个重量是圆的，那我这个位置呢，稍稍切掉一点点啊。好，中间。左右分开 ，C 型梳理，后面就不要再切了啊，后面已经很短了。你看，你向前 C 型梳理的时候，这个位置会有角啊，我们把这个角呢干掉。好，那相当于我们切了这个外线呢是0层次的，所以在这个位置呢，我们还要把这个0层次的这个角磨掉一点点啊。当然，你不切这条线就没有啊。或者你用刀削的方法也是可以的。好，用交叉的方式啊，这边也是一样啊。好，切过外线的地方呢，会有个小角，我们把角磨掉，其他地方不要动。那
我们除了前面啊，这四周都已经剪好了。现在我们要在头顶去角，在刘海去角啊。发型的原版是一个波波头啊，我们要把这切的。那我不想切，我想留鬓角啊。方法都是一样的，所以呢，我们在上面呢去做一个去角。好，我们头顶去角加圆形啊，在这儿呢，我们把顶区分的不要过宽啊。如果你分的很宽啊，大家看我们去角呢，这个位置抓起来呢，它肯定是一个角形是吧？一个尖形。那如果你分的很宽，你会把上面多余的量感去掉啊。所以呢，上面的位置呢，我们大概分为3份啊。好，往前梳。注意啊，这种去角呢，我们不是在剪什么圆啊？是去角，所以呢，在上面呢很短、很窄的一个分线啊，看这么宽就足够了啊。好，我们把中间尖尖的角去掉，继续向前，注意啊，不要向后带。那我们上面角去完了，两边再进行去角啊，像我们小时候那个谜语一样啊，脑筋急转弯，一个正方形的一个桌子，砍掉一个角，还剩几个角？是不是会剩5个角啊？因为会多一个啊，这个位置呢还会形成一个角，把它磨圆。这边方法相同，这样呢，最表层的硬线呢就会弱化啊。那表层的重量呢不会没有的啊，如果没有这个发型就剪坏了哈。本身我们就45度加上横向修剪啊，是一个很重的一个效果。中间的位置先梳起来，把后边的头发向上带，带到垂直啊，大家看，好，在这个位置呢进行去角，全都向上，先连接前后啊。好 ，OK， 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再降低一下角度，这个位置呢还会产生一个角，把这个角剪掉呢就 OK 了。向上45度啊，好，继续。好，完成。那我们上面的去角呢也完成了，接下来呢就前侧啊，在2个退化点的位置呢，这儿的头发呢作为导线去剪一个方形，这个位置是最短的，是吧？因为我们拉到2侧去剪的。然后在前面的话，你看我们的分区就分到退化点的位置，所以呢，在退化点的位置它是最短的。这个时候呢，我们拉出来，以退化点的长度，在前侧呢去剪一个方形。OK， 那我留的长啊，我留的长。我剪的这个长度呢，就是给大家预留好练习的长度了啊。大家也剪到这个长度，还能剪一个发型啊。如果直接剪得很短的话，大家没有参照啊。那这个发型呢，不受长度的约束啊。这是最长的一个状态了，因为是短发嘛。大家的剪呢，可以按照这个等比例进行缩短，也就代表着你在侧发起刀的时候呢，就要比我这个更短啊。其他的方法都是一样的啊。好，这时候剪好了之后呢，你会发现刘海的位置呢特别厚重，因为我们拉平去修剪的。这个时候呢，还要进行去角，垂直在中间的位置垂直啊，看拉起来，然后你上面是有导线的，看上面我们去角了，看有短的，好，拉平，我们把这个角呢
磨掉就 OK。好，然后把整个刘海呢，是这样的啊，你看，我们在下面剪了一个方形，那中间拉起来在中间，是不是两边是不是要向中间靠啊？如果你随头远了，把下边的这个位置呢就剪短了，所以要靠向中间，这边也要靠向中间啊，还要保持一个方形的基本结构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我们就靠向中间进行去角，有导线。这边。OK， 好，待会儿呢吹干了之后呢，我们进行修饰，把这个鬓角的位置呢修饰出来。好，接下来呢我们进行吹风。好，吹风呢就不用什么技巧了啊。如果是真人的话，这样吹干就可以了，自然吹干，然后把发尾带顺就可以。但是头模呢，如果你这样吹干会毛躁，所以呢我们用9排梳，这样前后的去吹就可以了。好，这样呢，我们自然吹干，开始进行发尾柔和啊。先点剪，还原你的切口。那这一步呢就比较简单了，唯一注意的是你的剪刀不要插入发片太深啊。如果你把发尾打得过碎，头发呢就没有质感了，所以呢我们过一下就好啊，让它柔和一下，梳起来呢比较顺畅。大家都知道没柔和过的头发梳起来是卡梳子的啊，当你柔和完了，它就会比较顺畅，是吧？好。我们要还原修剪时的角度，这样我们第一步的柔和呢，就基本上完成了啊。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去亮，从哪里都可以啊。我们先从后侧，因为刚才这个位置呢太短了，我们没有办法柔和。这样呢，我们分出来，用梳子挑起来进行柔和。然后在里面呢点剪。去亮，发尾毛躁的呢，徒手剪打掉。好，好，上面呢我们已经柔和过了啊，后边。先把这些短的柔和一遍啊。外形线要修的精致啊。虽然我们这是一个基本型啊，做出来呢，并不是那种齐齐的厚厚的。
把下面外线呢精修啊。短发最重要的，给顾客第一感觉最重要的还是外线的部分啊。好，柔和的部分呢完成了，接下来我们用牙剪进行去亮啊。这一步呢，我们可以用平剪来完成的啊，但是在这个线上课里呢，我会带一些牙剪的使用技巧啊。好，记住啊，我们在打薄这种短发，下面要多去，上面要少去。好，下边的位置，我们直接用无痕牙剪这样修剪就好了，没有什么技巧啊。前提呢是你的牙剪要好，去量要少，就 OK 了。好，把它托在手里啊，轻轻托在手里，看哪个位置厚。牙剪呢就是调亮的啊，就是调亮用的，让它更加的均匀。好，继续。啊，大家看一下哪个位置厚，我们就调哪里。注意啊，不要过多的使用牙剪啊。这边方法相同。大家看一下，哪儿厚调哪儿。当然呢，如果头发少，就可以省略这一步啊。你看这一层就比较均匀，那我们就在这个位置呢少调一点啊。你看我的牙剪去量很少的啊。所以呢，当你用这种5%或者10%的牙剪的时候呢，就不用什么技巧啊，每一层看起来均匀就 OK 了啊。当然，你这一步也可以把它换成胖胖剪啊。当你需要纹理性很强的发型的时候，你可以啊这样换成胖胖剪，在里面去一束一束的划做纹理。当然，现在好像不太流行那个线条很重的发型了哈。好，稍微调节一下，这边继续。好，这个面。我希望大家通过练习的同时呢，对这个头发的面感呢，要有一个进一步的了解，啊，因为我们剪发要同时控制好这几个面，后面呢，单独的后面呢，就是我们堆积的这样的一个效果，两边呢是收紧的一个效果。如果你觉得你的发型收紧不好，你就在这两面去找，对吧？后面如果你堆积不好，那你就要在这个后面那个面去找原因。好，接下来刘海啊，少去一点点，让它均匀一点啊。你看我这个去不了多少的，我这个牙剪去不了多少头发的。这种呢，剪女发是最安全的。因为我这个头膜呢是没有耳朵的啊，我要把上面这个外线这个位置呢，稍稍的修饰一下啊，让鬓角这个形状呢稍稍明显一点点，向后。这边一样，向前 C 型梳理啊。接下来我们会打一些精油，加上发蜡啊，对吧？头这样变。
那整个发型呢，我们用的吹风呢没有什么技巧啊，就自然吹干。我们最后打东西呢也是要把它梳贴的啊。好，这个时候呢，你的上面呢可以抓一点点这样的线条啊，那些都不重要了啊。